港湾新网的朋友好，这里是丽对谈，我是 Lily。本次节目我们邀请到这位嘉宾，荧幕前的你可能对他一点都不陌生，他是我们前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蔡俊章博士。你知道他可能是因为他是他在警政工作当中这个战功赫赫哈。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他是我们警政界的这个出了名的武将，有这个警政武将台湾虾王之称。他在2015年从警政界退休以后，他开始整个人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来。我这边的话统计下来，他从2014年到2022年期间，他参加的个展及联展的话，这个次数的话多达50次以上哦，可见他这个艺术的话，已经达到了这个创作的这个高峰期哈。他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水墨画大师。我们一起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蔡俊章博士。蔡老师好。是各位观众大家好。蔡老师好，我是在看到您的介绍以后，我就在想，那个警政工作这么繁忙。您是如何在这么繁忙的工作当中，如何兼顾这个警政工作和艺术创作？当然，我更好奇的是，您小的时候您的理想是什么？从小的时候理想先说起了。小时候呢，对老师非常的仰慕，所以我初中毕业就去投考我们这个师范专科学校。也很可惜没考上，所以后来呢，在跑到这个台中二中去念高中那对于在警界里面呢，也就是在各项曾经参加过的这个比较一些重大的案件像早期的陆政案，另外呢像张西元绑票案等等呢。都是曾经的参与所以我想这个警务工作43年里面，也是历经了5个地方的警察局长从澎湖从南投、从台南县、高雄市以及高雄县市这个合并都当这个警察局的局长。那在这个从事这个过程之中警务工作如何来跟画画的结合？那很多人说你是不是警界退休以后再开始写画？事实上，我从1965我高中老师这个惠旭老师是个水墨画家，所以1965开始就从芥子园画布，然后呢来开始学习这些水墨的一个技法。那在警务工作这个期间呢，也是办了那么多的画展，大概原则上1年1次因为警务工作忙，那么媒体呢也在监督议会议员也在有没有在认真工作？对你当个警察局长，当5个地方警察局长，你怎么还有时间天天在画事实上画画不是整个时间都在画画，警务工作也同样不是警务每一时刻每一秒都在忙，只是有一些时间它还是有一些闲暇，只是说必须待命，随时应付任何一个状况发生。那画画是个感性的工作，警务工作是个理性的工作，那你如何呢把它理性跟感性结合起来？事实上对不只是对这个本身的警务工作的压力疏解，同时也可以借由画画的一个灵感会思索到你工作上一些方向所以我想画画跟警务工作是不会冲突。15年退休以后，当然时间就比较多了，在这退休8年多来呢，也是赶进度了，把以前没有时间画画的，把以前没有时间展览的部分做一个让人家知道说你不是一个警政署的副署长高官，所以你的画大家都会拍手所以我们必须呢更加努力，把画来接受社会艺文界的一个考验，让人家呢来肯定我们的画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个艺术创作上，也是跟在警政工作上一样，您都是追求这个最高的境界，精益求精。所以听起来您刚刚的论述，其实您小时候的理想，其实并不是当一个艺术家。对，是。那您小的时候是什么？怎样发现您有这一块的这个创作才能呢？那其实我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啊，我啦，我的哥哥啦，我的妹妹啦，啊，我们经常呢在小学的时候啊，画画比赛，蜡笔啦，5、6年级、高年级呢是水彩比赛，我们经常得奖啊。所以呢，在初中我呢引领一个天主教学校叫永联中学，那天主教学校他们重视这个艺文，每一个节日啊，每一个班都要出一个必报啊，所以我们那一班呢的必报画画的部分啊，都是我在负责啊，所以小时候喜欢画。接下来在初中学校的一个这个做必报的一些经验，包括我初中的美术老师刘老师，他对这个画画啦、水彩画也好，各方面也指导甚多非常一个。在云林地区后来他当那个中学的校长他对艺术的指导部分。那初中当然也遇到了一个我的美术老师刘一豪老师呢，他也是非常那个以前在虎尾国小当美术老师，后来呢，因为我们刚成立平和国小，所以他非常，我们经常很羡慕下课以后呢，该回去了，但是看到老师在这个校园里面在那边画画，我们就维持在那边看也是有那个兴趣，也是早期对画有兴趣，以后慢慢的呢没有把它放掉到了台中二中又遇到惠西水墨老师他是一个国画家，所以呢就是延续不断，启蒙了水墨画的一个未来这个路您在画画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就作画的当下。这个作画的时候那心境是最愉悦的时候，尤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以前在当警察工作难免压力非常大，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状况？尤其是我从基层过起来，当过像枋寮派出所、东港派出所的主管，以及后来当新竹还有新埔的分局长，到以后督察长、局长部分呢，面对的可能压力都非常大。有时候什么状况发生，那你可能要如何去紧急去处理，做危机处理也好，然后做应对处理也好。那当然，在从警务工作里面画画的时间就被压缩了就是说有空还是比较时间比较久，放假啦或者其他的休闲因为一般警察局长大概都是住在警察局里面的另外一个房间，那有空就会有事情临时就上场，该怎么做警务工作怎么去处理所以我想这个机动性以及时间的管理，对一个未来或是过去呢我作画成就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知名度的一个艺术家呢，帮助非常的大，也是在时间管理跟如何在简直这些琐碎的时间里面来成就在某一方面的一个舒压的一个艺术的画画的一个方向。我在看完您的这本传记以后我对您就是说在警政工作当中的这个一些事情，我大概做了些了解。其实您那个时候的话，工作真的非常忙，因为我看里面就是太太有描述，她说曾经您当时就是当高雄市警察局局长的时候，明明就是说去台北开会，你就是说过家门都不入，然后你反而跟他说你可以南下高雄来看我。您这个时间的话，其实是非常的紧张在那个当下的话，您一般大概是什么时候会进行创作？像类似这种情形因为当一个警务人员呢，你没有选择自己去哪里的地方，上面怎么排？我也到离岛澎湖去服务了2年半，那来到台南南投事实上跟家里上也是真的愧对这些子女太太呢一方面要上班，要整理家庭，还要注意
小孩子功课问题还要画画。那像有几次呢，就是回去警政署开会，在高雄这边呢临时有什么会还是怎么样，都希望说能够赶回来自己的驻地里面，要睡觉也睡得安心所以我跟我太太讲，我家离警政署开车呢不要10分钟，但是呢，有时候就是打个电话说好，有时候他也在上班，我还是回高雄或者以前的台南，或者回以前的南投。说我回去办公室睡觉睡得比较安稳，因为有什么状况可以紧急赶入现场去做处理，尤其是重大刑案的发生，前5分钟最重要。您那个时候都是睡在办公室？对，是大概包括现在的警察人员，包括所长的话像不管是台北市、新北市、台中、高雄，大概宿舍是老婆来的时候加入来的时候才会过去睡。那一般的话都是睡在警察局里面因为有时候勤务中心有什么事情呢，向你报告也比较方便，而且治安的状况呢，它是24小时必须服务了。什么时候状况人家不会说因为他去开会，所以发生的事情就没有责任，就不必处理虽然有副的所长在，但是呢，有时候你是一个指挥官，你要未来可能像台南县的时候是张锡云发生，在新竹当分局长是陆政协同被绑票案，然后到我们高雄部分呢，什么时候要发生？尤其是县市合并，又在这里那么宽的一个区域，那么多的一个人口，你如何来面对可能一个小小的事故没有处理好，可能是酿成一个危害到社会出来面大的一个状况也许人家在笑说骗人的，你要回再去看一下怎么样？但是就是说一个必须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工作，往往就是说放假不回去，也因为太太也还在上班，孩子也在上学，你回去家里也是空荡荡没有人等到你晚上回来了，晚上的事情要处理，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中国有一首歌，你们有这样唱：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指的就是说那个警署太太的部分。警戒非常的辛苦，真的是。警察固然就是要面对，像我在澎湖也不可能每天都下班就像一般公务人员下班就回家你下班还是待在那边。那在澎湖你没有回家，但是澎湖的治安状况不像本岛这样子。我记得我在澎湖的时候也很多的创作，因为包括像这个有养虾啦、海边啦甚至有一些呢老旧的这些房子村庄都是作画的好题材所以不能回来，但是呢就在艺术创作方面做一个精进自己勉励自己作为。所以听起来您前半生就是工作、睡觉、画画这3件事。其实也不只是3件事还是有一些休闲老婆来你不能说不理她，我们还是有时候骑着脚踏车沿着爱河边去走一走然后有时候呢到观音山去爬山也是，还有朋友邀集就是聊聊天等等因为像我们这种艺术人呢到这个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加入当地的美术协会所以我交的朋友大概在全省服务的12个县市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艺文界的，所以我现在像这个前年呢在我们高雄市办画展这个文化中心自治堂办画展来的呢就是艺文界的也很多，当然这些警友啦，还有老同事退休的在职的也很多所以我想这个画的部分也只要就是说你交的朋友多，你的一些施压的方式跟结交的朋友对你的画的部分相辅相成。非常感谢蔡老师今天的专访下期节目的话，蔡老师这边会跟我们讲一段小故事讲一下他这个台湾虾王的成长性，以及他与李古模及星云老师结缘的一些小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